Hello， 今天找机会来试驾阿普利亚 SR-GT 200。我相信关注这台车的车友，绝对是因为它的外观。阿普利亚标志性的前脸配上意大利标，纯的阿普利亚风格。Be a racer 几个字往那一写，你说你能怎么办？投降呗。不得不说，这个车设计的是真的好看，再加上它有几个比较花哨的配色，可以说是更加骚气了。这次比较良心的部分在于用上了 Showa 减震，这是其他这个级别踏板都不具备的，并且离地间隙达到了 175mm， 相比力帆 KPV 的180和大洋 ADV 150的165，可谓是中规中矩。同样为799的座高，相比于埋地雷来说，它因为座椅的造型让它更容易落脚一些，两侧感觉不会被顶到。因为前脸两侧的整流罩显得比较宽大，试驾时发现腿部以及膝部的风阻保护会明显优于埋地雷、PCX 等中型踏板。座筒部分可以放下大部分的全盔，但是只能压着盖上，3/4盔是没有问题的。后脚踏方面的质感也跟埋地雷是一模一样的，并且运动版的车型会采用红色缝线以及双色的座椅。因为前面两个储物格变成了开放式，所以按压钥匙的操作变成了开油箱，这一点比埋地雷直接用钥匙开油箱还是要方便一些的。手把按键方面用的是阿普利亚的，相对于比亚乔那套更加紧致，手感更好，按压键的行程显得更短一些。仪表方面也采用的是比亚乔系列的仪表，但是换成了黑色底。可能考虑到它可能会被拿去走泥巴路，所以它这次的后泥瓦是非常长的，这一点是好评，可以说几乎不用担心甩泥。来到动态部分，我将这个车启动起来，发现它依然采用了脉冲无声点火，并且这一次给我的感觉，它的怠速抖动比埋地雷要略小一些。怠速时的排气音方面也优化的很小，并且紧致，感觉有精致感。并且把埋地雷排气那种松散的杂音给去掉了。个人感觉 SR-GT 200的排气声浪会比埋地雷会更安静一些。在非常有限的封闭试驾道路上，动力的感受和同发动机的埋地雷不能说很像，只能说一模一样。毕竟同一款发动机排量加了 19cc， 感知真的不强。大家如果对它动力方面还有所疑虑的话，可以参考我发的埋地雷那一期的视频。和埋地雷可以感知的区别方面包括手把略微升高，但并没有感觉很宽，转向的灵活性有增强，并且转向的手把感觉更轻一些。坐姿方面增加了前置脚踏，能够让大多数人在长途的时候能够有一个休息的空间。遗憾的是呢，这辆宣称是 ADV 踏板的车型并没有配备后轮的 ABS 以及 TC， 这其实就是有点尴尬的部分。国内新上的力帆 KPV 150越野版配备了可关闭的 ABS， 实际上作为一辆 ADV 踏板，可关闭的 ABS 以及 TC 才是最优解。其实阿普利亚只需要在比亚乔 Medley 这台电控系统上增加一个可关闭的 ABS 就能够实现。很可惜，不仅如此，连带的 TC 也一起砍掉了，这也成为了几乎这辆车唯一的槽点。我个人认为呢，这辆车一定是那种特别中意它外形的人购买，而对于那些对它有好感但并不上头的消费者来说，可以再等等它降价。好，今天就说这么多，下次再见咯。